们公司呢 ，AutoStar 提供一个非常方便的汽车二手车车价的查询网站，搜寻 AUTOSTAR， 你选中古车线上估价，里面有16种长拍，160个车型，5000多笔资料，填你的资料，我们免费到府估价，实际最真实的状况。还是要看你的车况真真简简，为你的现况给一个精准的收购价格，马上汇款，马上现金，而且车子买回来是直接过户，给你一个透明、安心的中古车收购服务。大家好，我们是捷运汽车。Hello。那我们今天请到漂亮的女主持人，我是张张。第一次跟老板一起拍，我有点害羞。真的吗？其实我比你更害羞。真的吗？看不出来。我们今天要介绍什么车啊？我们要介绍2022的福特的酷卡。酷卡这个版本呢是250的 ST Line， 所以它的新车售价大概是在120万。酷卡这个车子，你知道它最近降价降很多吗？我不知道哎。那你觉得怎么样车子会降价？是有新版本吗？哦 ，OK， 他回答的蛮对的，要么就是新款出来嘛。要么就是滞销卖不掉。对，这个新车原本定价是119，那它最近促销好像已经降了100几，也少了10万多左右。对，为什么卖不好？那我们没有拿钱，我们就来讲坏话。其实这个车子250的我们买了很多台，那为什么这么多客户他开1年就受不了？其实呢，这个车子你说设计呢，动力很大，它的操控性也不错，那它很大的问题就在于它的经济性很不好。第一个，它非常的耗油，大部分都是。他觉得油耗太重了，我们等一下也会去实测。我们知道的数据，大概1公升大概只能跑8到9而已。那蛮短的哎，就是等于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通勤族，你要上班的话，会变得你很长，需要2天就加油一次，3天就加油一次。对，因为现在经济不景气嘛，油耗成本其实是每个人看得蛮重的。它有3大缺点，第一个就是油耗重，第二个呢就是空间小。台湾人嘛，这个大市场就是买休旅车是好爸爸嘛，他要载小孩在家里出去，或者是他要放儿童安全座椅啊、小朋友的玩具啊各方面嘛，他也蛮着重于后面老婆小孩坐的舒不舒服嘛。那再来呢，它的保养费其实蛮贵的。我们这边有2张去原厂询问的单子，你看哦，其实很恐怖哦。左边是酷卡的。大保养就是包含机油、包含变速箱油，总共金额来到9982块，这个金额已经是接近于进口车了，所以其实很贵。那我们来看右手边的 RAV4， 它的金额同样的项目只有到6500块而已，所以其实很恐怖。不管是机油的费用，不管是工资，不管是变速箱油的费用，福特的部分。都贵蛮多的，非常的不经济。这车子的中古折旧很高，这样子的车子，你猜猜看哦，当初他买120万，那他开1年而已，那他这样子要损失多少钱？在他还没有新车降价之前，大概还来到95到97。那现在新车只要降价，中古车就会降价，不管你当初买多少钱，都会被影响到。所以这台车其实现在市场行情只剩85、6万，一年损失35万。但如果你倒过来，你买的是 RAV4 的话，RAV4 它当初1年前的定价109万，你当初买109万，或许105万就买到，现在的中古行情大概还有90到95。所以其实说买这台车算是投资失利，对不对？对对对。所以会不会其实现在买这台车才是最好的时机，就是可以用相对比较便宜的价格，然后买到一样的车型，对不对？就看你的需求，你如果喜欢动力。在台湾的休旅车250匹的马力，基本上就只有酷卡。那它其实配备还不错，我们从里面看一下。你看它的轮圈放得很大，这个是19寸的铝圈，配的轮胎很好 ，Continental 的进口胎，19寸的圈胎，你要换这种 Continental 的制作很贵。车身都是做同色烤漆，做得很豪华，然后很高级。你如果是 RAV4， 它这边会是塑料的，这边轮拱会是塑料。它全部都跟你包覆起来做烤漆，让你的质感是增加的。对，它的乘坐高度比较高，应该说是天花板比较矮吧，因为光我165公分左右的女生，我都已经剩下1个拳头左右的距离的话，男生坐下去应该会稍显拥挤，对不对？它的椅垫做的比较高，所以你整个它故意要把你的乘车高度拉高，那你就对于上面的空间就比较少，你可能视野会比较好啊。我高一点看，我是不是看得比较远？讲好处还是有，就是比如说它这个音响是 B&O 的音响，这个音质做的还蛮棒的。我们把它发动一下，然后呢，比如说它有抬头显示器，比较跑车化的方向盘、换挡拨片，然后它有全景天窗，那开阔度就会比较好。
如果因为它的原本这个车子的顶上是比较接近的，但是有天窗的话，确实是可以让你的那个压迫感减低一点，我觉得有帮助。那你觉得这个车子内装做的怎么样？个人很喜欢，而且是我觉得它会增添很多现代感，然后会比较有运动感的感觉。包含刚刚老板这边有说到，就是它的这个仪表板，我觉得它看起来是比较漂亮的。就是我觉得它整体的内装都还是蛮现代化，然后是比较是我们平常使用的习惯。哦，真的哦，我跟你看法完全不一样。对，那我们会看啦，就是你看它的按键没有什么镀铬的装饰，包含这个引擎启动的这个按钮，有没有？都是普通的黑色塑料，就是这个车子的内装的塑料感太重了，它会让人家觉得，我自己看这台车风格跟内装的质感比较老气，配备好，但是它的质感稍嫌差一点点。我们看一下后座好不好？是它的空间感如何？就这一台车的后座的感觉没有到很拥挤，但我确实觉得它的上面很近哎，就是我已经快要顶到，因为我才165哎，如果连我坐的都要顶到的话，如果是男生的话，可能就会真的比较有压迫感。压迫感很重。前后我还好，还可以嘛，对，还 OK， 但上面确实是有感觉。车宽的话，就是如果你说要坐3个人的话，绝对是超级拥挤的那一种。座椅也是比较偏小一点点的，对不对？好几个面向，它的座椅很平，对不对？然后呢，它的这个椅背可以倾倒的幅度很少，它只有2段式，因为它为了要做4轮传动，所以它中间容积很大。你如果是 RAV4 的话，中间很平的话，其实你那个车室空间中间坐的那个人就会舒服很多很多。只是说这个空间使用感是不太好的。最后一个，后车厢的这个遮阳帘做得很品质很。对，这个空间为了要造型的关系非常非常小。好，我们把这个拿起来，我们请江江帮我们放行李箱好了。好，就应该是这么说，它这一个呢没办法立起来，立起来会放不太进去，因为你看这个开口嘛，它是不是就已经超过它的板件了？所以它没有办法立着放3个行李箱。那你如果是 RAV4 的话，我记得是可以放到2个的样子，1个都不行，所以你一定要躺着放。那你躺着放呢，最多就是这样子，2大1小的话，你不可能只带1个28寸的，对不对？可能要2个。2个大人的话就要2个28寸。对啊，其实我们刚刚介绍讲的那个力道已经很浅了。还有什么更？没有，因为旁边有美女在，我们不好意思讲得太严格。那我们就往下一个步骤，我们去做这个测试。那我们要测油耗、加速、隔音。好，那我们来测这个0-100加速哦。哇，好恐怖。好，我们实测8.01，其实算蛮快的，因为以休旅车来讲，至少要200匹以上，它才可以测到8秒左右的数据。不过这个车子8速自排，它的耗损其实蛮大，所以你那个加速感，很多那种动力都被这个变速箱吸掉的感觉，所以你的整个加速的曲线，并没有让你感觉到是8秒的那个数据。好玩哎，再一次，真的好刺激哦，老板。这样会刺激吗？这样已经很慢了。快一点吗？那我请真的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的数值是多少？现在的数值大概是75左右。你不能讲话哦。7273左右。7273左右。7273其实也算是不错的隔音数值啦，因为正常的国产车的平均值是在75，所以它要比国产车好2到3个分贝值。它如果是真的很棒的进口车，大概是70。所以这台车其实你可以感受得到它的隔音，不管是车上的紧密度，或者是底盘往上的抑制度都蛮棒的。它这个数字7223就给大家一个参考咯。行吗？现在我们要撞破前面那台车，是不是？你现在心情不好嘛，对不对？这个其实很心情不好，那应该让我来开吧。不要，我不想让我生命很危险。请你下车。我就烂命一条了，你要怎么开都。你烂命，我不是烂命了，我命很贵呢。我要养这30几个家庭，很贵的呢。好刺激哦！我突然兴奋了起来。好，那我们来测这 AEB 的系统。那这个在灵敏度呢，我们把它调到最高。那这里经过调整嘛，车距预先刹车打开，碰撞闪避打开，然后这个灵敏的程度我们调到最高。设置完成。
好，那我们就第一个时速30来做第一次的撞击测试。3、2、1。好，因为时速已经到40了，30下来，下来。我以为要撞下去。没关系，等一下还有50还70，先不用紧张。那30的部分，酷卡的刹车其实比较柔和的，它预先的往前的提前量，然后去做刹车的距离是比较长一点点。那我们再测第二个50，我们要来第二次测试时速50公里哦。3、2、1。撞击到前面的气球，不过它有很大的力道是做刹停以后去抵消掉，结果论还是碰到了，就是刹不住的意思。因为这种东西呢，它有牵涉到很多萤幕的辨识度，然后运算的速度、刹车的力道，然后整个综合起来，我们才用30、50、70有没有碰到障碍物来诠释说它的反应是怎么样子。那如果你是一个很好的系统，就30、50、70它都会停下来。这样子50撞到的话，其实就我会觉得大概60分吧，因为 RAV4 的测试也是30刹得住，50、70撞到。那第3次我们来测70了。70会有人生跑马灯吗？不会，要100，你要100吗？然后第3次咯，70咯。好，时速到70了，那我们来看它的反应。好玩是不是？再一次。再一次。我先结尾一下可以吗？那它这一次50跟70刹车的这个防护力跟力道其实差不多。那因为时速在上升嘛，所以往上撞的这个冲击力道是更大。你也看到气球跑得更远，然后我们碰到的这个在车室内的反馈，其实撞击力是在提升的。也就是说，其实这酷卡在 AEB 的系统里面，它大部分只能防护到30到40、5、6、70这3个的表现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它并没有因为时速50、60、70而有更强的预刹力道、更好的反应时间，所以我们会这样看，就是它大概就是60分的分数。2.12除以150，115 除，对不起，我还在想别的事情，再给我一次机会。还在想它，哎呀115除以12.12等于9.48左右，所以我们今天的油耗是9.48左右，所以这车真的很好用，因为我们90%是走高速公路，一小段的山路，小的。所以如果这样的油耗表现的话，其实是蛮差的。如果我们对比于 CR-V 或者是 RAV4， 应该都有到13到14左右，差50%哦。那有点多哎，落差有点大。我们讲了它满满的缺点呢，怎么办？它有优点吗？没有优点啊，有吧？还是有的吧？什么优点？有啊，它承载了我一车的伤心。你看这台车让你多伤心，对不对？真的。好吧，那没有优点了，那我们讲完了，谢谢，下课。好，拜拜，拜拜。你的意思是什么？我不是年轻人，是不是？晚上。你为什么讲话要这样子呢？你是真的那么想要，就是拍特别企划，就对了。选一块风水宝地吧，老板。风水宝地。听说甜甜有个惩罚，还是我们要就是选一块风水宝地，你就滚下去就好，从那边。对，直接把它买起来。我们台北见。啊，对，我们上次不是有个企划，就是你要去哪里？你要从台北然后到高雄店啊，然后不能带钱啊。对哦，我觉得可以耶。那什么时候开始拍这集？也要拍3天哦。没有，我给你1个礼拜啊，你确定3天回得来？台餐的几乎都有，然后饮料、咖啡没有，炸物有。去了。大后山清楚很多，能见度也清楚比较多吧，对吧？
阳明山很常会有雾，但是这边现在以这个时间点看起来清楚很多。但是阳明山比较没有这么多工业区吗？像那边哦，你看人家电线杆都工厂，对不对？阳明山下面就是比较纯森林跟住宅。但我喜欢这个 view， 这个它设置的蛮棒的啦，对，这个感觉蛮棒的。甜甜，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啊？我带我妹经过要去六福村，这边哪有经过六福村？欸对呀，这明明高速公路离六福村。温馨不雄心哦。这是你的理由？我走国道3号就到了，为什么要绕山路上来？我家没有国三啊。啊？我家国一啊。要有一些借口跟理由掩盖一些东西，对不对？水清则无鱼嘛，对不对？坏男人。哎，你觉得甜甜是不是渣男？原本不觉得，为什么？现在觉得了。我问你哦，怎么样是渣男？你觉得如果你跟前女友分手到认识现在女友只相差1个礼拜，是不是渣男？那就是无缝接轨。对啊，我也觉得是无缝接轨。爱过怎么可能1个礼拜就跟新的人在一起？对啊，你一定会有一个适应期啊。我伴你1年都不一定。就是会。这一集不是要甜甜蜜蜜约会？对啊。现在有在录哦。没有，我们2个越男越女，跟你这个对不对？我们现在有在录，所以我要进入工作模式哦。是啊，你如果真的爱过一个人的话，你没有办法这么快就喜欢上新的，因为爱跟不爱都是一个过程。1个礼拜，你不能偷偷把它剪掉哦，明明就1个礼拜。边喝边聊。对，没有，我意思是说，就是因为很多女生就是分手了之后，觉得男生有做错事情，然后都会一律就是称作他是渣男。但我对渣的定义，大部分要包含欺骗。就是要有走到欺骗，例如说他可能劈腿了，或者是他隐瞒你什么事情的话，背叛，我觉得这样在我的定义里面，这样才算渣男。如果说你们是因为个性不合、理念不合、对未来没有共识，这种的话，我不会觉得是所谓的渣男。可是你知道，在男生里面心里想是欺骗是应该的啊，对不对？甜甜对不对？那你们可以去死，是不是？都去死吧！说话的艺术是不是？就像甜甜，她1个礼拜无缝接轨，但是她说其实是2个月，这就是一个说话的艺术，对不对？你什么星座啊？我是牡羊座，但我觉得我不是很牡羊座。牡羊座是一个最恐怖的星座。你有没有教过牡羊？你有没有教过牡羊座？我姐是牡羊座。哦，牡羊座女生真的是。我觉得这种事跟星座，我觉得我个人没有很相信星座哎。我只知道牡羊座女生太恐怖了。真的吗？我好冷。是一种特别的生物。那你觉得哪一个星座的男生最差？双子座。双子座没有啦，我觉得差不多。那双子跟射手，我认真没研究星座，所以我讲不出来。其实我们根本不想要听这些，我们是想听八卦啊，怎么问都问不出来，真的很无聊。好啦，吃啦，还酒嘞。说不定他喝醉了就会多讲一点。好，已经到个最烈的。我先讲我的好了，我已经吃完了，其实蛮好吃的，但就有点贵。半只鸡620是真的有点贵，因为这里在山上，这个鸡是被运上来的，你知道吗？除非它是放山鸡，但它是乌骨鸡。我们刚刚上山其实只有5分钟，好吗？那我的牛也是跑上来了，你知道吗？好，这个是1板牛，然后我点的是5分熟，虽然我看起来它感觉不太像5分熟，不过没关系，我们切开来看一下，上面有一些蒜片，但这个蒜片不是烤干的那种蒜片，真的就是蒜头本人。我觉得林谦煮的可能比较好吃，它不是5分熟。好了，它已经，这怎么感觉像牛肉面的牛肉块啊？好了，但没关系，如果它就是吃起来还是好吃的话，来真的好吗？因为我们也没有拿餐厅的钱。也是哈。对啊。就像这么熟，跟我家楼下牛肉面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是牛肉面块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哦，那不行，那没有办法让我这样。但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卖风景的啦，所以来这个地方点饮料就好，不要吃东西。哎，我喜欢就是它上来是切好整盘，因为我在自己切很麻烦。然后它这个盘子是平的，就是它这个盘子是没有凹槽的，所以你自己切的时候，那个酱汁很容易喷到自己的衣服。不油。可是很少女生吃5分熟的，那会溅血水，没关系。可以啊，这种餐厅通常都会把5分熟煎成7分熟，7分熟煎成全熟。哦，所以你已经预判了，你预判了他的预判，他的预判，但他又预判了我的预判，所以他最终还是把它弄得很熟。那你今天为整个行程打几分？包含餐点跟风景。我喜欢这个环境，但餐点要再加强6分。同样的风景的替代性质的景观餐厅太多了，不需要跑到这边来，不一定要来这一间。一趟路这样子的风景，这样子的餐点，我可能也只会给他6分而已。然后我们这一边就到这里哦。从我的眼神里面看到绝望的坚定了吗？
没有啊，你现在就想要来点刺激啊，没事啊 ，OK 的啦，没事的啦，失恋而已，对不对？谁没有失恋过，对不对？回去喝个烂醉，喝个3天就好一点的啦。婷婷，你失恋会做什么？飙车啊！没有，就找下一个。不要给我奇怪的人设。你知道他每一个女朋友都怎么认识的吗？在失恋的时候认识。当然失恋的认识没错，那他知道他怎么认识的吗？他都是用交友软体认识。再这样我知道说欢迎下载欧米。他才不会用这么屁事的交友软体的。你为什么你都要去交友软体上面？因为现实生活中是易抛器，是不是有日抛、月抛、周抛？是吗？捷运汽车在2023年做了一个很重大的投资，我耗资了1000万。我们在台北市北投区大渡路1段21号扩展了一个占地1200平的旗舰展示中心。我们提供呢汽车的各项维修跟保养，包含荧幕前的观众，你如果自己的车子来维修，基础保养只要3000块。甚至我们在2楼有非常舒适的展示中心，然后呢有客户休息室、健身专区，也有按摩椅。非常舒适的一个环境，让在这边不管是保养，不管是看车，都可以提供一个很舒适的内容。我们也提供客户免费停车的区域，不管是黄线的格子，不管是白线的格子，你来我们这边维修保养、看车，甚至去我们的卡丁车餐厅区都提供免费停车。再往这边看，这2格是我们的汽车美容区，从最小的打蜡、清洁、引擎室清洗到镀膜。给客户一个最优惠的价格。再往前看，就像这台 R 新车一样，捷运汽车也提供新车换购的服务。在右手边上面的车型呢，你只要有2010年以后的旧车来做给我们收购，我们旧车高价的收购以外，新车给你一个比外面更优惠的价格。因为呢，我们常常有客户是遇到他自己跟我们买一台车以后，开了3、5年以后想要换新车，所以我们把我们的服务扩张到连新车的部分都可以提供优惠给我们的观众跟我们的消费者。再库120台，非常舒适的环境，然后提供你不用定金就可以免费试乘、免费赏车。你们可以把这边当成不只是一个2手车行，而是一个可以在这边舒服休闲的一个汽车展场。我们捷运汽车也提供租车的服务，我们把这个市售热门的新款的马3、你上的 Kicks， 还有 Tida， 在旁边还有一个便宜的 Passa， 为什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我们搜寻的网络上价格，像马3一般那可能要租到3300、3400，那我们只要收1半的金额，让你来体验中古车的部分，马3 1700 ，Kicks 一般的定价是2700，那我们一样收1半1300。然后呢，我们也提供，比如说有时候是这样子，你可能车子坏掉了，但你不可能去租很新的车去代步10天、20天，那我们也提供1000块跟500块的车型。第一个，这有点是在体验中古车，因为你有车子的需求嘛，很有可能你以后就会成为我们的客户。那第二个，可能有些人非不得已一定要租台车，他也不问车况好坏，他就需要代步，需要一个时间，比如说我修车，然后需要休10天，但我一定要去基隆上班，来往一定要开台车，那你去外面租那种1500、1800跟1500块就有个差距。这个部分就是提供给任何一种价位的客户都可以体验我们的中古车，都可以享受各个价位非常便宜的租车服务。那记得想要看车的观众，请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0917435209，谢谢。